大家好，我是姚恩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i everyone, I'm Yaona. Welcome to my channel. For non-Mandarin speakers,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. 又到了每个月爱用品的时间，我觉得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你们讲，我觉得我有好几件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。好，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穿个黑的，是不是有点看不太出来？我去剪头发了，现在头发就这么长而已，在胸上，然后就是这个须刘海地方也有剪短，但是因为我今天想要分得更过去一点，我觉得是这件衣服的关系啊，让我这个发型看起来有点成熟。但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自然卷，这个卷度是没有去烫的，原本是要剪到大概到胸部的地方，因为我这一次不想要再剪我之前一样的发型了，所以就是前面这边它又剪得更短，然后后面让它留长。我也很久没有打薄了，因为我就觉得台湾夏天太热了，所以我还是有减轻那个厚度。但你看后面现在就只剩这样，应该是可以撑个半年，所以应该是可以撑过夏天，不要那么热。我一剪完之后我就觉得好轻哦，这个轻盈度就觉得脖子没有一直被头发往后扯的感觉，很清爽。所以剪这个刘海的地方啊，其实我要稍微有一点点6-4分会比较好看，但我今天就是想要走这个路线，所以这边可能就会看起来一坨。就我在剪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怎么好像又越剪越多，越剪越短的感觉。其实我觉得这边的卷度，我自己的卷度都有出来，耶！就是把不健康的地方都剪掉了，然后自然卷它会更有弹性。我还没有在 Instagram 上传我剪头发的照片，如果你们在台北想要剪头发的话，可以推荐你们这一个设计师，但他其实是个妹妹啦，他是已经快要变成设计师了，但是还是可以找他预约。其实我对发廊就是不熟，我只知道西门町，但是我那一天大概去用了1个半小时吧，因为还有洗加剪加造型，然后狂聊天这样子，我就发现一直陆续的有客人，他生意其实蛮好的，所以我相信他的训练是蛮足够的。反正我当下就觉得没有剪好，反正这个半年我可能就留回来了，没有关系。因为我就觉得可能前面刘海剪短会比较难整理一点，所以我想说如果真的剪坏，如果真的不会处理的话，那我就这边把编发编起来就可以了。这个轻盈度，头发也变得比较亮一点，因为之前染发，你们不觉得我拍影片的时候头发看起来很毛躁吗？现在就看起来还好，这个轻盈度应该是可以撑过夏天的。那第二件我想要分享的是，我去参加醒悟的新品发表会。下午5点钟准时开始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跟各位说明一下，在邮桌上这份礼物就是送给大家今天的说明会的伴手礼。好，那待会在我们的说明会的过程当中，我要麻烦大家先帮我把手机关静音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醒悟在3月中的时候，他们新出的产品是全能符文活效安瓶。你们听它是安瓶，所以它这一罐呢只有5ml，就是超小的啊。它一罐就是让你用1个礼拜。我自己就是全脸、脖子、胸前会擦。他们说他们的安瓶是可以每天使用的，它里面是含有 A 醇，浓度是0.14%，所以是很温和的产品。我的皮肤是比较强健一点的，所以呢，我用他们的产品并没有脱皮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干。它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可以感到你的脸有变紧一点点，隔天皮肤是很细致的。但是我自己不喜欢每天都用 A 醇，所以我大概就是连续用3天，休息个2天，然后再使用3天。而且他们有说这个安瓶可以快速的被吸收，我真的认真觉得真的很好吸收。我是挤2坨，然后是可以擦脸跟脖子，然后我抹开来，因为我就是先均匀的抹开之后，然后带下来到脖子后面，然后再要回去连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觉得它已经被吸收一半了，所以你就要赶快再把它推开，因为它挤出来是那种乳液状的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不像乳液你可能要推好几次，你真的就是推1次2次就结束了，所以你推的动作要快，不然就是你动作比较慢的人，你就一次挤一点点，
然后呢局部的推。那如果你自己在家里推的时候，你觉得已经有阻力了，那你就需要再补充一点，就是不要去拉扯到皮肤，不然就是你擦完这一个安瓶之后，你后续再擦一个比较容易去按摩的乳霜，然后去做按摩，去加强它的吸收。他们在新品说明会的时候，也有请刘燕老师来示范按摩的手法。如果你们对于刘燕老师按摩的手法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他们的 Instagram， 他们有放影片，是刘燕老师详细讲解他是用什么按摩手法来搭配。他有2个按摩手法，一个是爱心手法，它是这样子，小爱心、中爱心、大爱心这样子。然后另一个是这边侧边，然后这是我的苹果肌嘛，这边是这样凹进去的，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子按压你的苹果肌，按压你的法令纹啦。如果你有他们的乳霜或是其他乳霜，你后续你也可以去按压苹果肌，去按压轮廓线。除了可以使用他们的安瓶，还有这一个眼霜，这个眼霜我真的有惊艳到，它的头是长这样子，你要使用的话就是按这一个尖尖的地方，然后它就会从头下面下缘这一边挤出来，然后我就是拿的有点像笔状一样，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去按摩，比较不会来回，就是同一个方向来按摩。它前面这个头是可以拿来按摩的，所以我就会去按这一个眼窝处的地方，然后还有按压眉头啊、眼尾这边、然后这一个泪沟处也可以按摩。然后我自己还会再挤一点点出来，然后去按摩这一个法令纹。我会按压这一个点，然后去按压这个法令纹的地方，对吧？没有说不行吧？可以看到有一个前后图。我一般呢，我泪沟这个地方，就我不是有细纹，它就是一点一点、一粒一粒的，然后上妆的时候会很明显，就这边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。但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已经存在了好几年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戴眼镜的关系，但是它不是在我这眼镜的印子上，它就是在这个泪沟处。我是晚上使用的，然后隔天起来我就有发现这一粒粒的地方有平掉，就是它的一粒粒的那个轮廓有变得比较模糊，然后有一点平，大概改善了一半吧。然后我就有种哇塞，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术？我觉得这需要长期使用，因为我有觉得我可能停下来没有用的那几天，稍微有一点点回来，但它这个用量真的很省，它是15ml 的，所以我应该可以用很久。但是我个人使用下来的感觉是，它并不会改善你的暗沉。你眼周如果有化妆，常常卸妆拉扯的暗沉，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改善的。我觉得它就只是让你的眼周看起来比较紧致，然后你整个眼部周围的情况看起来比较好。但我觉得暗沉可能是需要靠医美的。使用这个眼霜要小心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一根呢有一点长，像我这种大近视的，我很容易贴在镜子前面这样子去弄，因为就看不到嘛。你要小心这一个跟你镜子的距离，会有点卡到镜子。然后有一次我就是不知道怎样，这边去镀到镜子，然后就捅到自己，要小心。我觉得它的眼霜有点熏眼，就是尽量不要碰到眼睛。你在按摩的时候，眼睛尽量是好好的闭着的，不是这个头哦，是里面的眼霜碰到眼睛是有一点刺激的。但是整体来说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眼霜。它是不是只有在台北才有？但有机会来台北的话，可以去他们的店试用看看。好的，终于进入到我们的爱用品了。刚刚其实也是爱用品啦，但是感觉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解一下。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其实都是药妆店的东西，那个价位可能有一点点落差感。那第一个我买的是 Himi 的3色修容，对，我知道这已经没什么稀奇了，大家已经介绍烂掉了。而且我买的色号是00，我买的并不是它新出的03，我买的是比较适合白肌、比较偏粉色肤色的人使用。因为它这一个颜色比较没有那么黄，它比较冷色调一点。
所以它比较适合你是冷色调肤色的人使用。那03的话，我有去比对过，然后它又比这一个更浅一点点，我觉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实用，因为台湾其实夏天有紫外线的时间是比较长的，所以我自己个人，我是一个很难白回来的人，所以我只要一晒黑，我就要过好几个月我才能白回来。那等于是说，如果我买03那个 pale 的颜色，我可能会一段时间好几个月没有办法用它，因为我可能好几个月都是晒黑的状态。03感觉就会有点太浅，可能会变成跟我肤色有点像，那它就没有作用啦，那个修容就会看不出来。所以我还是买了00，就是最正常，就是我一年四季都还可以使用的颜色。那我自己的话就是这一个最下面的深色，我就是拿来修下颚这边，第二浅的颜色就是拿来修这边，还有额头，然后最浅的颜色我就是拿来当鼻影。你也可以两结合来找出那个最适合你的深浅度，你不一定说你只能一个，你也可以两个一起，或者是你就中间3个一起这样子画圈。而且它这个还送一个绒布袋，但是呢，我有发现这个绒布袋上面沾了很多灰尘，对，它就是有点灰尘的那个收集器。哦，对了，我上次影片忘记讲说 Himi 新出的特调腮红是没有附绒布袋的，我有一滴滴小小的失望，因为其实我比较想要那个绒布袋，我比较不想要那个刷子。哎，我是从来不会用那个里面附的刷子啦。对，我觉得绒布袋你可能带出门的时候，你把它套着，比较不会沾到其他东西，或者是你里面弄脏脏的时候，你套着，你也比较不会去弄脏其他的东西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绒布袋啦，但绒布袋有个缺点就是你放进去了，你不知道这个色号是什么，需要在外面补妆的人可能会觉得有刷子是比较方便的。那接下来我想要介绍的是爱马仕的头皮净化液。这个我是看人家讨论串，有点被生火，然后就买来试用看看，所以我买的是小的80ml的。我真的是在我昨天才发现，就是我有点蠢，它这个头你是要转开来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倒在你的头上，然后我就转开来，我就觉得我已经转到极限了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它怎么这么难倒出来？因为我都是用挤的这样子，我挤超大力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这边已经快要抽筋了，然后挤出来还是一咪咪，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我的头皮没有湿，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头也太鸟了吧，怎么这么难用啊？然后我昨天就在那边检查，因为我就想用，因为我在买之前我就看到他说你可以直接淋在头皮上。而且是说淋在头皮上是用1个刻度的量哦，这边有它的刻度。然后想说什么？你要怎么淋？这个头这么难用欸，是要把这个转开吗？我就把它转开来，然后就打开来。我就是想说，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它超级难挤的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封膜，就你要把那个膜撕掉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这样子狂挤，还可以从那个封膜挤出任何产品来使用，也是很神奇耶。我那时候也没有打开检查，因为我就想说，你买来装在一个盒子里面，应该是不会去弄到它。所以记得你们买这个的时候，要把封膜给撕掉啊！害我在那边用的好辛苦，我就觉得再这么难挤，我就是但这个真的很好用。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薄荷的人，我很讨厌薄荷那个凉凉，我觉得它很刺、很辣、很不舒服。它这个是没有加薄荷的，但是它这个用起来也会有点凉凉的，会觉得很清爽，尤其是夏天要来了。对，它感觉这个是可以每天使用的，但我就是3、4天来一个深层净化的感觉。我觉得它很方便，因为有一些那种头皮清洁液啊什么的，你是需要把头发用湿的，然后你可能再把那个产品涂到头皮处，然后你还要在那边等它个什么5分钟、10分钟的。我觉得可能是你在泡澡的时候使用会比较方便一点，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进去洗澡，它这只要等1、2分钟而已。哦，不对，它是说你按摩1、2分钟，然后再用清水洗净。
它有点像是洗头皮精啦，还是不要碰到发尾，感觉会比较干。我自己后续还是有用洗发精，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一段。我可能就是稍微按摩一下，让我自己的头皮都有沾到这个净化液之后呢，我可能就是卸个妆啊，或者是上个厕所啊，可能要等水变温之后，你才会去洗头这样子。刚好，所以我就大概等1-2分钟再把它洗掉。但是我是没有按照他说这个要弄1个刻度啦，然后用起来真的凉凉的。我觉得男生用应该也会很喜欢，会觉得哦头皮那个凉爽感，因为男生比较容易出油，然后你头皮油，你的脸也会觉得很油。然后女生用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你的头皮比较轻盈一点。大部分女生都是长头发嘛，你头发很容易闷住啊，头发一直这样子拉扯你的头皮，然后用这个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发根比较轻盈的感觉，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闷热。所以呢，推荐给你们。它有大瓶装的，然后 Costco 好像也有卖，或者是虾皮代购也有。那下一个是这一个妮净丝的杏仁酸透亮焕肤身体乳，提醒大家，这一个里面也有封膜，记得就是把它转开来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铝箔的封膜，记得要撕掉，不要就是把这个头打开，然后你就开始想要狂挤。然后这是他们新出的产品，那它后面是写说它是 2% 杏仁酸 2% 水杨酸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应该要叫做水杨酸透亮焕肤身体乳啊，因为它的杏仁酸的含量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，而且它这个原价是680，它的价位我觉得还是比宝拉便宜一点点，因为宝拉的水杨酸身体乳它就是一直在那种88折这样子，然后好像快1000块。宝拉是210ml 的，这个只有180ml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但是如果你们去他们自己的官网上面，或是在某某上面买，他会用原价，然后再送你一盒面膜，所以还蛮划算的。那我自己有点懒得敷面膜，所以我就是在屈臣氏的虾皮商城买的，打折下来好像是600块吧。它挤出来是有点半透明白白的，然后我觉得它的质地比宝拉清爽。我就是有点不太喜欢宝拉那个质地，因为我觉得白天用完我会觉得有点黏黏的，手指头擦这样子的时候，手指头也会有点黏黏的，然后我就没有特别喜欢那个感觉。然后它延展性也很好，我发现我在台湾真的比较容易被长粉刺，所以我就是还是会每天晚上然后拿来擦我的背，然后我有觉得我的粉刺它有浮出来，然后有变得比较好被抠掉。很容易在那边擦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感觉起那个粉刺嘛，就觉得它有去代谢我的粉刺。那记得如果你们使用酸类的产品的话，那你白天也要擦防晒，或者是使用物理性防晒，有擦到的地方就是要有衣服遮住。我这个跟下一个要讲的，我都是在屈臣氏的虾皮商城买的。我发现啊，因为屈臣氏它每个礼拜六都会说488折、88折还什么的，你就会觉得哦，我现在买到488了。然后当下你可能去扫的时候，他就跟你说哦，你没有买到488哦，这个不算啊，那个不算什么的。我就觉得哦，他虽然有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才有，你是要当下去刷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嘛。那我看一下虾皮好了，然后虾皮它这个全部都有88折，又有2件75折还是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资讯比较透明，因为它就直接帮你算好了嘛，它的商品都有帮你放好，说你什么有什么折扣这样子。礼拜六它好像又是满多少800还什么的，可以折100，所以这样子买下来就超过800了嘛，然后又再折100，是不是非常划算呢？感觉比门市买再划算，但是门市买就是你可以立刻拿到这个产品啦，如果你不想要等的话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什么派翠的牌子。我买的是准女王逆时光精华液，我就只是在架上看到，然后试用了，我就觉得哇，我喜欢它这个质地，因为它不会黏黏的，它很清爽，它很水，它很好吸收。我发现原来准女王好像是一个系列的，然后它还有其他什么生态小的黄色的那个我也很想试用，但它价格比较贵一点。然后我这个买下来，
才200多块而已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可以试用看看，因为我比较少有胜肽的东西，我可能就是会用2种精华液，就是用它，然后再使用眼睑酸啊，或者是 B5啊，就是加在一起使用，然后在白天的使用，因为它很清爽，不会黏。因为你白天就是不想要有那种出油的感觉嘛，那你就可以买这种。就我也有看过有人说这个可能比较适合年轻的肌肤，过了30过了40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比较更强烈的东西，像 A 醇浓度要用高一点的或是胜肽浓度要高一点的，但这个就是很一般保养使用。那我也是晚上用比较强力一点的产品，那白天我就是想要清爽，我就是不想要那种黏腻感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之前有说过，就是我想要买更高浓度的杏仁酸，那所以我就去买了这个20% 百尼的杏仁酸，先用杏仁酸，然后之后再用精华液，像是果酸啊、水杨酸，你就可以在第一步的时候使用，然后后续再上你的化妆水，再上你的精华液，或是不要上化妆水也可以。它这个20%。我的皮肤也没有感觉，就是我的皮肤并没有痛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没有痛，好像可以哦。这边今天脱皮很严重，我就是擦在鼻子周遭，然后下巴。刚刚一上妆我就发现我这边在脱皮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在晚上的时候使用。如果你是白天需要化妆的人，那你在化妆前，你会看到有人说他会用那种水杨酸的那种 pad。一片的那种去角质，然后让你的妆更好上。但是你可能自己也要想一下说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上妆你看起来更容易有死皮，因为那个酸会让你的死皮变干，然后脱落嘛。你可能没有弄干净，你没有弄好，你可能上妆的时候会看到一块一块的死皮，那你就不要白天的时候使用，你就晚上的时候使用就好了。然后你可以不同浓度的，你浓度比较低的，你就是用在比较干的两颊，然后你比较油的地方就可以用浓度比较高的。然后这一罐呢，它后面是写说它里面有含水解蚕丝、白藜芦醇、白松露萃取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起来有非常非常淡的玫瑰香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它这个价位真的很美妙。这是在宝雅可以找到的牌子，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这个牌子，可能有些人对这个牌子的印象可能有点差，是业配啊什么的。但是我不是业配，我就是自己去药妆店看到它这一个是20%，然后这一个是最便宜的杏仁酸，然后我就买了。它打完折是200多块，它原价好像是490吧，也不贵。打完折200多块也不贵。重点是它是50ml 的，它不是30ml，它内容物更多。因为价位考虑，我就买了它。下一个是这一个，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，但它叫做 Artist Devote。我买的是他们的磨砂指甲油，色号是城市广场，是我现在手上擦的这一个。我擦的是2层。然后我觉得它又比其他的指甲油稍微可以撑比较久，可以多撑几天。它后续是不能上那一种 top coat， 它就会把你这个雾面磨砂的东西给遮住。如果你要它这个雾面磨砂感的话，你就是擦完就这样了。它现在有一点点落漆了啦，这就是我很想要的灰色。然后我觉得这灰色很显白，觉得我的手很白，叮叮叮叮。我也有看过有人说超喜欢他们的指甲油，我也有看过有人说难用死了。对，我自己有觉得，就是这一根整个它是比较长一点的，所以它会比较稍微难施力，你会觉得有点不太稳，因为它这一段可能有点太长了。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，反正我擦指甲油的功力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所以对于我来讲，指甲油都很难擦。都很难擦得均匀，都很难把边边角角擦得好。但是目前呢，这个是大概已经1个礼拜了吧，而且它颜色真的很美，都很实用。其实我有买另外一个颜色，但是我还没有擦过，所以我先不推荐给你们。你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原价是180，不是特别便宜，但是我是在特价的时候买的，
所以你们是有价钱考量的人，可以等等看有特价再买。反正母亲节要来了嘛，是不是应该累积了很多东西，想要就等母亲节有特价的时候再买呢？那接下来有2项是 Kiko 的产品，是我上个礼拜忘记讲的东西。那第一个也是指甲油，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颜色，这种蓝绿色的真的是好美呀、它是这个 Smart 系列的，然后我自己是都擦2层，你看它比刚刚那个矮这么多，但它的头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好抓，是因为它这个是方形的，但是它这个梗整个距离就是比较短，比较能控制你的施力啊，比较不会有那种晃动的感觉。而且 Kiko 的指甲油颜色也是超级多，如果你有出国去玩的话，你可以去现场看。其实 Kiko 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，不只有意大利而已。不要说啊，我没有去意大利，我就买不到 Kiko 了。其实很多国家都有 Kiko， 他们都是自己单独一间店，你可能会在一个 mall 里面看到，但是它不会是在别的药妆店里面。那第二个 Kiko 的产品是刷具清洁液，我上次忘记给你们看了，它后面有好多个语言，然后它的清洁液，它的中文叫做化妆刷柔和清洁剂，我觉得超级难听的。它其实就是刷具快洗清洁液，它就是让你拿来干洗的，你就是喷，你可以喷在布上面啊，或者是厨房纸巾上面，假装这是我的刷子，不要这样子来回撸哦，你就是这样子去清你的刷子，它就是快干嘛，所以大概就是30秒就可以干了。如果你是需要快速换色的人，你画眼影很容易需要把刷子清干净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把上面残余的眼影粉清掉，然后你就可以去沾下一个颜色，所以这个就很方便。这个东西是我请我朋友去店里问的，因为我很久以前有用过，但是它的官网上面我并没有看到这个产品，他是去店里帮我买的。但是我觉得干洗这种东西，但是你还是需要时不时的去清洁你的刷具，粉底啊、膏状的东西比较洗不干净啦。不是粉状的东西，我觉得还是需要用洗澡的方式去洗刷子，你还是必须要 deep clean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觉得又讲了很久，我觉得我讲话太慢了，是不是需要讲得更快一点，才不会每次影片都很长？那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，跟确实回收。如果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，可以送人、捐给弱势团体、上网拍卖或是义卖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想支持我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加订阅。那我们下个礼拜见，ciao。